跨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小说《朝闻道》，原著刘慈欣。丁仪是飞升国际的物理学家，他将毕生心力都付诸在物理研究上。此时他们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辆时速达500公里的小车上，正行驶在人类最大的粒子加速器中。这台环绕地球1周的加速器被称为爱因斯坦赤道，借助它，物理学家们将实现上世纪最后的梦想，建立宇宙的大统一模型。丁仪带着全家进行环球旅行，整个旅行耗时60小时。现在他们正走完最后的路程，回到了爱因斯坦赤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起点——世界核子中心。送走了妻女后，丁仪回到了控制中心。因为在明天，粒子加速器将首次以它最大的功率运行，在其中运行的每个粒子将加速到接近光速，在管道中只需1/10秒就能走完环球旅程。至此，人类最后的梦想近在眼前。劳累过后的丁仪回到办公室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不久后，他被警报声惊醒，控制中心的工程师们都在眼前，他们都显得神色凝重，表情古怪。丁仪朝窗口走去，窗外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。在淡蓝色的晨光中，以往他熟悉的加速器管道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绿色的草带。这条绿色大道沿着东西2个方向伸向天边，中心控制室中一片空旷，所有的设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丁仪发疯似的冲出控制大厅，奔跑着绕过大楼。此时朝阳已升起，在光芒中，一个人沿着草路漂浮而来。来人告诉丁仪一行人，他是宇宙的排险者。人类建造的粒子加速器试验具有极大的危害性。这个加速器如果以最大功率运行，能将粒子加速到10的20次方极电子伏特，这接近宇宙大爆炸的能量会给宇宙带来真空衰变。昨天深夜里，粒子加速器被蒸发了，沙漠上多出来的青草就是一种补偿。所谓真空衰变，是宇宙中的真空是一种伪真空，真空实际上是一个沸腾的量子海洋，具有一定的能级，而某种高能过程能产生出另一种状态的真空。这种真空的能级比现有的真空低，但它一旦形成，周围相邻的高能级真空就会向它的能级跌落，变成与它一样的低能级真空。这就使得低能级真空的体积迅速扩大，形成一个球形，球中的质子和中子将在瞬间衰变，这使得球内的物质全部蒸发，一切归于毁灭。但瞬间毁灭的还有丁仪一行物理学家们毕生的希望。宇宙排险者说道，在目前的宇宙中，发生创世级能量的唯一机会，只能来自于其中的智慧文明探索宇宙终极奥秘的努力。这种努力会把大量的能量聚焦到一个微观点上，使这一点达到创世能级。所以我们需要监视宇宙中进化到一定程度的文明世界。排险者为丁仪一行人展示了地球监测器拍摄的画面，而这个传感器是在古生代末期的石炭纪放置的，距今已经有3亿多年。此时地球的影像向前推来，这是37万年前的地球影像，视野固定在非洲大陆上。很快可以看出几个原始人影，一个人扬起的面孔充满了画面，他望向了星空。排险者告诉人们，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超过了预警阀值，以对宇宙表现出充分的好奇，已在不同的地点观察到了10例这样的超现事件，符合报警条件。人们面面相觑，一片茫然。一个原始人仰望星空，怎么会触发排险者预警呢？排险者解释道，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，距他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如果说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是看到了一颗宝石，其后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。丁仪想了想，提出了人类科学史上最关键的问题：难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大统一模型，永远不可能探知宇宙的终极奥秘吗？科学家们呆呆地盯着排险者，
像一群在最后审判日里等待宣判的灵魂。探险者淡淡地说，智慧生命有多种悲哀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却是这个宇宙中的幸运儿，得到了宇宙的大统一模型。很久以前的恒星还没有出现，但已有物质从能量中沉淀出来，这时生命已经出现了。那是一种立场与稀薄的物质共同构成的生物，这种星云生物的进化速度快得像闪电，很快产生了遍布全宇宙的高度文明。当星云文明对宇宙终极真理的渴望达到顶峰时，全宇宙的所有世界一致同意，冒着真空衰变的危险进行创世能级的试验，以探索宇宙的大统一模型。他们把自己进化为加速器的一部分，组成了一台能把粒子加速到创世能级的高能加速器。在试验进行的同时，把得到的结果用引力波发射出去。加速器启动运行了一段时间后，真空衰变发生了。低能级的真空球从原子大小以光速膨胀，转眼间扩大到天文尺度，内部的一切蒸发殆尽。真空球的膨胀速度大于宇宙的膨胀速度，虽然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最后还是毁灭了整个宇宙。漫长的岁月过去了，恒星和行星出现了，生命在宇宙中重新萌发。而这时，已毁灭的星云文明发出的引力波还在宇宙中回荡，这些信息最终被排险者所在的文明接收到。从这远古的试验数据中，排险者的文明得到了大统一模型。现在你们应该明白，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。科学家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开始燃烧。丁仪说道，请把宇宙的大统一模型告诉人类。排险者摇头说道，知识密封准则是宇宙中文明世界的最高准则之一，它不允许高级文明向低级文明传递知识，低级文明只能通过自己的探索来得到知识。这个准则所说的知识不仅是宇宙的深层秘密，它是指所有你们不具备的知识，包括各个层次的知识。科学家们沉默了，在他们眼中，太阳熄灭了，整个宇宙顿时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。丁仪思忖良久，他想到了一个两全的方法，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方法。他说道，请把宇宙的终极奥秘告诉我，然后毁灭我。终于，排险者答应了这个请求。当排险者答应了丁仪的要求后，事情的发展令世界恐慌。在短短1天时间内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，有物理学家、数学、生物学等其他基础学科的科学家，甚至还有经济学和史学这类非自然科学的学者，都要求用生命来换取真理，而他们都是科学界中的精英。3天后，排险者用沙子铸成了一个半球体论坛——真理祭坛。据排险者说，在他的那个遥远世界里，学者们就聚集在论坛上讨论宇宙的奥秘，而此时现场已经来了上万人。除了这些即将现身的科学家和各大媒体外，还有科学家们的亲友以及数量众多的各国政要。他们竭力想留住这些科学家，但这些科学家们在面对近在咫尺的宇宙之美，都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，换取这宇宙谜底。亲情、爱情、荣誉都无法令他们动容。终于，生命换真理的行动开始了。第一批数学家沿着长长的坡道向真理祭坛上走去。他们提问道：“我们想看到费尔马和哥德巴赫2个猜想的最后证明。”排险者把信息投射在天空上，只有真理祭坛上的人能看到。1个小时后，数学家们看完了演算，他们充满兴奋地说道：“请接受我们真诚的谢意。”真理祭坛上闪起一片强光，几个等离子体火球腾空升起。第2批是11个古生物学家走上了真理祭坛，他们想知道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。古生物学家们开始仰望长空，在获知真相后，11个火球从真理祭坛上飘起。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走上真理祭坛，完成了生命和真理的交换，在强光中化为火球飘逝而去。一切
都在庄严与宁静中进行。全世界的人们静静地看着这壮丽的景象，心灵被深深地震撼。人类在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灵魂洗礼。现在86名物理学家们开始走向祭坛，从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寂静被一个童声打破。文文哭喊着从草坪上的人群中冲出来，一把抱住了丁仪。但这种亲情羁绊无法令丁仪动容。他安抚完女儿后，随一行物理学家毅然走向了祭坛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宇宙大统一模型。排险者将整个天空变成了荧屏，为他们展示了宇宙创世之初的景象。大统一模型缓慢而庄严地从物理学家们的上空移过，之后86个火球从真理祭坛上腾空升起。最后一个上真理祭坛的人是史蒂芬·霍金，博士轮椅上的扩音器中发出的呆板的电子声音。宇宙的目的是什么？天空中没有答案出现，排险者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他的双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。此时排险者的面容如一阵悲哀的黑云涌上。排险者摇摇头，喃喃地说道：博士，您可以回去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15年之后的一个夜晚，在已被变成草原的昔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上，有一对母女正在交谈，是丁仪妻子和女儿文文。此时的文文报考了物理系，要攻读量子引力专业的博士学位了。母亲为了避免女儿重走丈夫的道路，苦苦劝说，都无济于事。文文只是淡淡地说：宇宙的目的是什么？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像一块冰，使丁仪妻子灼烧的心立刻冷了下来。她喃喃地说：我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呢？